10月14号，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公布，评选结果出炉，扶贫成为最大的赢家。相较于往年，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没有颁给那些高深的理论学者，而是把焦点放在了现实的问题上。他们想从穷人的日常生活中去弄明白贫穷真正的根源，也就是所谓的穷人现象。贫穷呢是个道德问题吗？一个经典的问题是，穷人为什么穷？有人说因为穷人信用差、懒惰，也有人说因为穷人思维，还有人说这个社会注定有穷有富，很正常，不值得奇怪。这3位学者呢，通过大量的研究证明，穷人之所以穷，并不是因为道德低下，或者是思维方式太局限，反而是他们已经做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最理性的抉择。以前看香港有一档节目，叫做《穷富大作战》，让有富人思维的资本家去体验一周底层人、穷人的生活。富豪们一开始坚持自己的穷富思维论，但是真实体验后，不得不发出活着就已经用尽了全力，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去计划下个星期、明年会怎么样？再看看3位学者的研究案例，在非洲，穷人把政府提供的免费蚊帐是用来预防疟疾的，拿去做婚纱；把免费避孕套当成气球，把免费的马桶当作花盆，等等等等的。他们为什么不知道避孕、防疫、清洁水源的重要性呢？因为周围的人都是这么干的。如果你觉得愚昧，那么联系一下自己身边的实际，富人是不是更多的坚持运动和体检，购买一大堆保险？相反，穷人总是重视治疗、轻预防，平时不注重检查身体，拖成大病之后乱花大钱。往往是当你的生活有了基本保障，你才有时间去思考一些别的事，比如说计划未来，比如说为教育投资。这似乎是一个验证富人思维和穷人思维的案例。然而采访的实际是，穷人觉得没有钱做预防，没有时间做锻炼，因为有限的支出要用来买菜、付房租等等的，有限的时间要用来赚钱。这3位学者他们的研究表明，穷人之所以穷，穷人之所以做了很多看似穷人思维的决策，实际上很大程度都是基于现实所做的理性的抉择，跟富人所做的决策其实本质上是并无不同的，都是有限理性的决策。穷人和富人相比，恰恰是因为他们几乎一无所有，我们常常会发现，穷人在做选择时会非常谨慎，为了生存，他们都需要成为精打细算的经济学家。菜市场的斤斤计较，各种对比，甚至不惜耗费大量的时间多跑几家菜市场，就是典型的案例。但是这样的精打细算，如果放在局促的日常生活中，不仅并不足以改变他们的生活，甚至限制了他们的发展。有相同的时间，可以做些自我提升、技能提升、知识提升、圈子提升等等的。是的，从某个意义上来说，贫穷确实限制了你的想象力。穷人的悲剧在于，现实压力使得他们不得不做出穷人的思维与穷人的反应，从而可能拖累他们一辈子也摆脱不了穷人的困境。那如何改变这种情况？这就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。一方面在于拓展带宽的容量，那就是需要更多以未来的时间来思考当下。简单的来说，人可以屌丝，但是不能像屌丝一样活，否则一辈子屌丝。另一方面则是在有限的带宽的情况下，将资源分配更为合理，设定更多的安全阀，避免出现死在最后1公里的悲惨局面。这对于扶贫之类的工作更有意义。对于低效率的工作狂而言，可能主动放弃一部分注定完不成的工作更有意义。然而，每个人的认知资源都是为了适应现状而产生的，我们的认知习惯又反过来禁锢了我们的思维模式。想拓宽知识面，不仅要和偏见和固有的认知做斗争，更要摆脱惰性，在更大更多元的圈子里去激荡思想。对于大部分人来说，这一点确实很困难。那这一点你能做到吗？